海哥，许哥，我不是出车祸死了吗？这是哪儿？你们谁呀？病人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脑部出血，后续的治疗费用大概需要10万左右，你们家属谁去交一下？什么？10万？不治了，不治了，我们放弃治疗。宋女士，人命关天，10万块钱换一条人命，请你慎重考虑。哎呦，是啊，阿晴，这陈东海一年可是挣100万，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他养活着。你说他要是没了，这……对呀，姐，我接下来明星出道训练营还要钱呢。哎呀，瞧你那点出息！放心吧，等这老家伙一死，我就跟吴健结婚。吴健可是盛世集团的总经理，这一年挣的可比陈东海这个废物高了去了。要等这老东西一死，我就能喊吴叔叔爸爸了。哎呦，行啊，我早就看这废物不顺眼了。医生，我们不治了。什么人啊！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，那就签字吧。我辛辛苦苦一辈子养着你们一家子人，最后竟然落得被全家放弃的下场，这值得吗？想不到我堂堂西格玛竟然重生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舔狗上。真男人只为自己而活，西格玛系统启动，宿主用于自身的消费都将100倍返还。检测到宿主重伤，新手福利发放，至于全身伤势已自动生效。没错，上辈子都只有我赏别人的份儿，而当过舔狗，本来还以为心有分明，没想到系统直接开挂，爷们儿的人生起飞了。你不是死了吗？这怎么又起来了？兄弟，你放心，既然我占用了你的身体，你受到的所有委屈，我都会帮你讨回来的。老东西，刚醒你就不安分啊！信不信我还揍你？小畜生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不辨是非也就罢了，还敢跟我动手，这巴掌就是替陈东海要的。掏心掏肺对你，挣个钱都给你花，竟然出轨，还盼着我死！巴掌就是让你知道谁才是一家之主。你疯了！阿晴她是你老婆，小峰他可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能打他们呢？打的就是你这个老东西！身为长辈，不让你女儿好好的跟我过日子，很久了。姐夫，你刚醒，别激动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。一个蹭吃蹭喝的吸血鬼，这一巴掌是让你知道我的钱不是你想花就能花的。疯了，他真的疯了呀！疯了，我早就被你这家吸血鬼给逼疯了。从今天起，陈东海和你们一刀两断。爽！人呢，就是不能受气。哎呀，躺那么久，骨头都酸了。正好，摆脱了这家吸血鬼，就有机会放松一下。哎，你这一身破衣烂衫的，别往店里凑，这里可是高端理疗店，不是你讨饭的地方，别在这影响我生意。
你怎么确定我不是来消费的？啊！你别开玩笑了，就您穿的这身儿，怎么看也不像来消费的样子。不信是吧？把你们店最贵的项目给我报一下，再找个最好的技师。哎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这里最好的技师和理疗需要3万，你付得起吗？陈东海，工资是不是到账了？赶紧给我转过来。老婆，我留1000块钱生活费，再转你行不行？哎呀，让你转你就转，什么生活费要1000块钱？我给你开个金属卡，自己留300块钱得了。那，人家在问。哎，陈东海，以后有钱你就老老实实给我转过来。要是让我知道你藏私房钱，这个家以后咱们别过了。原神明明是年薪100万的金领，微信里竟然连100块都不到，被苏晴这一家子欺负的也太惨了。正好家里的宅基地还能拿来用一下，说什么也不能便宜了那群人。嘿，没钱装什么大款，好笑。现在呢？哦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先生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计较。起开！检测到宿主消费3万元，符合100倍返现规则，返还金额300万元，已自动转入宿主指定账户。差点忘了，我还有西格玛系统。你们店里还有什么套餐啊，或者充值活动吗？有的，充5万送5000，充8万送8000，充50万直接升 A 卡，全年免费享受至尊服务，还能优先预约明星技师。把所有的套餐和充值全给我充满。把所有的套餐和充值全给我。好，上。先生，你看你还需要来一个轻盈 SPA 吗？先生，我还会一点艾灸，你看你要试试吗？哎，行，能加的全都给我加了。今天把消费给一拉满。好。检测到消费8万元，100倍返现800万元，恭喜宿主积累返还超过1000万，触发特殊奖励，奖励宿主再翻100倍。以后狗眼看人低这事可要不得。好。对，就那儿。哎呦，舒坦。陈东海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快滚回来给我做饭！我按摩呢，没空给你做饭。按摩？你哪来的钱按摩？哪来的钱？当然宅基地换的了。陈东海，你疯了！宅基地是留给小峰的，你居然卖了！更何况小程就要当明星了，缺着钱呢。现在立刻把钱转过来，不然老娘饶不了你！饶不了你！我转你妈！老子想怎么花怎么花，管得着吗你？哼！看不惯我花钱是吧？那我就大花特花，还得让你欠原主的钱都补回来。这样来钱的方式也太慢了，得找个更高效的。华谊航空最新款私人飞机博弈666今日正式上市，该机型搭载全新节油引擎，航程突破15000公里，内饰支持全定制，市场预估售价19亿。就是这个。又来一个穷鬼来找借场地拍照，真恶心。先生，我们这里是卖飞机的地方，不是什么旅游景点，这里最低消费8000万。您要是想找地方拍照，建议您去对面商场玩具店，那儿的飞机模型随便你拍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他这个人不会说话，请问您今天来是有什么需要吗？我要买你们这儿的飞机。就凭你也想买飞机？我看你这一身衣服加起来也不过200块。我说错了吗？像他这种都比脸都干净的社会垃圾，来这不就是想拍照蹭空调吗？看来这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还真是哪儿都有。行了，懒得跟你废话，我要买你们这儿最好最贵的飞机。哼，还最贵的？我看你连最贵2个字怎么写都搞不清楚吧？你知道我们这最贵的飞机多少钱吗？把你拆成零件卖了，
你都买不起我们一个轮子。你闭嘴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告诉经理。先生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今天是脑子糊涂了，别让他扫了您的兴。飞机在这边，请跟我来。哎，希望我待会儿出来的时候，你还能是这个态度，啊？先生，请看，这架是波音660，是我们店里的热销款，售价9亿。这架是波音337，是我们店里的招牌，售价10亿。行了，我呢时间有限，我看你们之前上市的那个波音666就不错。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私人飞机，里面浴缸、冰箱、床、影音室、休息室、健身房一应俱全，共计19亿。哼，就它了，刷卡。对了，先生，这架飞机目前还需要做最终测试调试才能交付。正好，等一周也好。要是提前过户，这飞机就成了婚内财产，离婚的时候还得跟苏晴那一家掰扯。现在这样正好能避开这问题，我不介意，剩下的手续交给你们吧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我一定尽快处理。另外，按照我们店里顶级客户福利，购买波音666这款机型会免费赠送一套海蓝湾的别墅，别墅带私人停机坪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您的私人管家啦。很好。小峰，你怎么还在陪这个穷鬼浪费时间啊？外面的客户来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对客户这么不尊重，下次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你有病吧？他就是个穷酸货，你这么护着他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？他可是咱们店里最大的客户，他刚刚全款买下了19亿的飞机。你说真的？19亿，提成可得有5000万了！天哪，我这是错过了什么？喂，陈东海，你家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又把音乐放得震天响啊！陈哥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张哥，陈东海，你管管你家那口子吧！啊，我这加了1夜的班儿，回来就想睡一觉啊！你家这到底想干嘛？张哥，你消消气啊！实在不好意思，不过放心，今天我一定给您个交代啊！交代？这交什么代啊？鸡卷交代啊！太不像话了！你家鸡还听音乐啊？医生说了，听这个音乐有助于我们圆圆的身体健康。什么？10万？不治了，我们要放弃治疗。可不是嘛，这只鸡的命比我的命都贵重。张哥，您放心，今儿一定让您睡个好觉。能听懂吗？别！哎呀，太粗鲁了！张哥，一会儿别走了，在我这儿对付一会儿，就当我给你赔罪。尝尝。哎呦，香，真香！来。陈先生您好，别墅的过户手续已经准备好了，需要您本人过来签字确认。现在？方便吗？去了。忙正事要紧，你忙你的。这一会儿我帮你收拾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得嘞，谢谢张哥，慢慢吃啊，您慢慢吃啊。行，这听音乐的鸡啊，就是香。
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还有这些东西，往这看。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妈，这些好像都是咱们家东西啊。还有那个破电视，收走，扔了，都给老子放下，放下！姓张的，你赶紧给我放下！苏晴，你们都给我住手啊！好啊，你不光翻我家东西，还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不是我砸的，我就是在这儿。还敢狡辩！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只有这些文件吗？这是最后的手续啦，剩下的等审批就行。喂，豆海兄弟啊，我被你儿子打了，快来一趟警察局吧！怎么回事？我马上过去。给我安排一个离婚律师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哎，要最贵的。政府，你们要替我做主呀！张哥，哎呦我去！豆海兄弟啊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儿子非说是我把你家给砸了，他也不听我解释，就把我是一顿老锤呀！你瞅瞅，是挺严重，对不住张哥，对不住。豆海兄弟，人医生可说了，我这伤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了。你儿子还等着我给他出谅解书呢，这事儿怎么办？你说吧。那能怎么办？公事公办，没100万，咱坚持不出谅解书。不好吧？这不是你亲儿子吗？亲儿子，从他认贼作父，把我打进医院那天起，没这儿子。你想啊，这是多好的赚钱机会，100万呢！好好考虑考虑啊！哎呀，聊完了没有啊？怎么样，张哥？陈东海给你道歉了吗？不就打了几拳嘛，差不多得了啊。谅解书什么时候开啊？要谅解书可以，100万。什么？你穷疯了吧？1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陈东海，你就这么跟他聊的？不是聊得挺好的吗？陈峰他自己作孽，要我说，这100万都算是轻的。再说你们娘俩在我这儿这么多年，捞的可不少，区100万洒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这100万我肯定不会给。不给可以，我今儿把话撂这儿了，没有这100万谅解费，你儿子就等着坐牢吧。妈，我可不能坐牢啊！我还年轻呢，我要是坐牢，我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妈，看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谅解书。行，100万就100万，我现在给你转。干得好！行了，张哥，谅解书你先出着，我还要上手啊。陈东海，等着！陈东海，等着！这100万是我身上剩的最后一点钱了。你之前不是把这基地卖了吗？你把钱转出来交给我，我有家里一个几年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脸好大呀！让我把钱给你啊？要不你猜猜是谁砸的家？是你？你疯了吧？之前把条基地卖了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敢把家砸了！砸了又怎么样？那家里边从电视到沙发，哪一样不是我买的？我砸我自己的东西，你管得着吗？好，陈东海，这
出去混了几天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现在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？你身上挣的哪一分钱没有我的功劳？你凭什么砸就砸？你的功劳？是你伏地魔的功劳，还是你养小白脸的功劳？要不我找张镜子让你好好照照，你这浑身上下哪样东西不是我花钱买的？你跟你家里的优越生活，那是我拼命赚的，没我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刷盘子呢。陈东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你要么把卖了宅基地的钱交给我，要么把砸了的钱赔给我，否则你信不信我马上跟你离婚？离婚？苏晴，你最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，还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几天前我就告诉过你，我已经跟你们一刀两断。不过正好你也提醒我了，这手续没办呢，就不算离婚。放心，明天我的律师会上门跟你谈离婚的事。好，陈东海，这个是你的，离就离呗，离了我，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老东西。我呢，分分钟可以找一个比你优秀、比你有钱的好男人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哎，对了，你养的那只鸡啊，味儿不错。圆圆，陈东海，你跟我保证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那鸡呀，味儿是不错。我的妈！宋小姐，这么着急把您叫过来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们知道您这种大律师，离婚这种小案子是从来不接的，但我们老板情况特殊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情况特殊，不过是穷人乍现抛妻弃子罢了，这种单子不接也罢。您这边请。宋律师，这么早，用过早饭没？没吃的话，坐下一起吃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这次来是来拒绝委托的。怎么，200万不够？那我出500万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800万。陈先生，1000万。我是有原则的，我从不接受这种一有钱就抛妻弃子的单子。2000万。你不知道我的过往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面对这一家的吸血鬼，我想你做的会比我还过分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等你见到他们就知道了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绝不是你说的那种有了钱就抛妻弃子的人。陈先生，关于这桩离婚官司，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？我这有2个要求。第一，尽快办理我和苏晴的离婚手续，我不想再跟她有任何牵扯。第二，关于财产分割，要明确苏晴母子想要带走的东西，只有明确他们拿的东西，才能在离婚以后一步步把他一家从我手上坑走的钱全部拿回来，让他们付出该有的代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准备好相关材料，尽快推进离婚程序。有进展，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。辛苦你了。这一会儿，陈东海的律师和法官来了，咱们一定要拿出气势，一点东西都不要给他留。那当然了，房子、车子还有存款都是我的，我非要让他净身出户不可。对，还有他的游戏账号，那些装备、皮肤正好都留给我。到时候他要敢说半个不字，咱们就找人弄他。哼，就是。既然双方都已到场，咱们开始吧。原告，是你们提出的离婚申请，
你们有什么诉求，现在可以讲出来了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房子、车子、钱都归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家具，之前他找人把家具给我砸了，他得赔给我。啊，我给他买的衣服、裤子，我就算是丢了也不给他，我要让他一丝不挂的滚出我家。您确定吗？确定？确定什么确定啊？他耽误我闺女10几年的青春，我没让他付精神损失费，那就很不错了。我们要的这些东西啊，那都是应该的。陈先生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家人确实奇葩。陈先生在这段婚姻里没有任何过错，法律不会支持你们这么过分的要求。如果你们执意要所有财产的话，那么我方就要认真算算之前的事了，比如说某位吴先生。你在威胁我？我跟吴健之间又没有什么，你凭什么扣我钱？有还是没有，不是你说的算，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你敢？你这是侵犯隐私，侵犯隐私，懂不懂？哎呀，算了，阿晴，他可是全国知名的律师，咱们惹不起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房子、孩子归我，存款呢，我要80%，留20%给他，这总行了吧？别给脸不要脸。被告代理人，你们是否接受？我接受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有些事儿耽搁了，所以来晚了。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好，既然双方均认可孩子归苏晴，就分80%的方案。那就签字确认，签字后协议生效。哎呀，陈东海，可算是离婚了。我倒要看看没了我，你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？能混成什么呀？他就是个老东西，没了我们他什么都不是，好吗？是，就是。哦，差点忘了。这个是断亲协议，既然要断了，咱就断干净点。你以为我稀罕当你儿子啊？哼！滚！以后别让老子再看到你。彼此。嗨，你就嘴硬吧，等你老了，有你哭的。没了我，咱们小峰能给你养老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毕竟咱们父子一场，你要是愿意把离婚分到的财产给我们，我倒是能勉为其难的去看看你啊。你看我像傻子吗？相信你给我养老，那我还不如相信铁树开花呢。我可没忘记是谁给我打进医院的，钱给你，你还是上天容易点儿。哎呀！阿晴、小峰，我来接你们了。哎呀！看到了吧，吴哥才是人类高质量男性，对你这种穷酸还不知好歹的男人强10000倍。只有这种人才配当小峰的爸爸。天哪！这可整个江城唯一一架限量版飞机啊，价值1-20亿起步呢。陈总，请上飞机。姐夫，这可是限量版飞机啊，价值几10个亿呢！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个飞机呢？东海啊，这飞机真是你的呀？啊？是不是我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不要叫我姐夫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我的事儿就不劳诸位操心了。别！哎呀，这。早知道他这么有钱，咱也不离婚了呀！这本来可以过上好日子的，全毁了。对呀，姐，
你们要是没离婚，这飞机至少有咱们一份啊！妈，要不你再跟他谈谈，够不好，咱们还有机会呢。哎呀，不对，陈东海的钱不一直都在阿琴手里吗？他一个被你们榨干的人，怎么可能有钱买上亿的飞机？就算是中彩票，也得讲概率吧。他这钱来路肯定有问题。对，以他的资质，把他榨干了也带不出这么多钱。这飞机呀，肯定是租的。他就是想在咱们面前摆阔气的吧？刚才叫他陈总的这些人，说不定也是他请来的演员。他呀，就是想打咱们的脸。我说呢，原来他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就说凭他的能耐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飞机？哎呀，就是。幸好没上他的当，要不然可被他们得意死。晦气！哎呀，行了，咱们晴晴好不容易离婚了，今天我们要大吃一顿。走，好，走。陈先生，您明明能让他们直接知道您富豪的身份，您为什么不直接说清楚呢？直接说呢，固然能让他们追悔莫及，不过那样的话，未免也太没有意思了。以前他们把原神当牛做马，他在他身上敲骨吸髓，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当然得慢慢来，让他们一点一点体会到绝望，这样才对得起原神守的苦。哎，对了，宋律师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继续经营我的律所呗，争取早日成为业内顶级律所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成为我的专属法律顾问？薪资待遇呢，你随便开，而且我能带给你的资源可比你自己打拼要多得多。陈先生，我想问您为什么会选择我呢？因为你够专业，而且聪明，我还看得出你是个有野心的人。跟着我能保证让你更快地实现你自己想要的目标。好，我同意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依然可以接手其他案子，除非您有紧急事务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另外还有2件事需要你办。第一，帮我查一下吴健这个人，我总觉得他不像是盛世集团的高管，气质不对，说不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所里和很多公司都有合作，盛世也有接触，这个不难。第二，我要你入股一家小的娱乐公司，再以公司的名义给苏成发一份练习生合同。苏成，你不是一直想当明星的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好好风光一把。阿晴啊，你现在既然离婚了，那跟吴健的事儿可得抓紧了，你要让他尽快的跟你结婚。哎呦，放心吧妈，我跟他呀好着呢。哎呦，哎呀，那就好。姐妈，你们快看，我报名的娱乐公司给我发消息了，说我通过练习生选拔了，连合同给我发过来了。这我马上就要成为大明星了。这违约金怎么这么高啊？要是到时候你红不了，我们岂不是要赔一大笔钱啊？哎呀，姐，你懂什么呀？当明星赚得多呀，违约金高，说明啥？公司重视我呀。等我以后火了，这点违约金算什么？我要当了大明星，咱们家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陈先生，怎么样？吴健查到了他身份吗？查清楚了，盛世集团根本就没有吴健这个人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一直试图从苏晴的手里捞钱。好，
非常好，我就说吴健不对劲。苏城那边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您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苏城已经签了练习生合同。哼，果然呢，他是一点诱惑都受不了。公司事呢？也已经完成了。这位是张导演，是我们入股娱乐公司的股东。啊，陈总您好，我是张磊，以后啊还请您多多关照。张导客气了，这次叫你来是有件事想交给你办。哦，您说。这不太好吧？万一苏城是个正人君子，这招可就没用了。正人君子，他要真是正人君子，我也就认了，放他一马也未尝不可。可他要自己找死的话，哼。好，我听您的。阿成，来干一个。阿成啊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小脸，这身材绝了，你这条件绝对天生就是吃娱乐圈这碗饭的，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张导，还是你有眼光啊！等我以后火了，一定忘不了你的。来，干了！来来来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哎，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明天还要去公司训练呢。哎呀，别呀，张导，这才几点啊？还有别的节目。先生好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坐，都坐。哎呀，这不太好吧？张导，装什么呀？咱们都是男人，谁还没点小爱好了？是不是？要真不好意思，咱们把他们带回去啊！哎呦，时间真不早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家里还有事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哦。来。苏先生，你别这样，我只是来唱歌的。装什么呀？啊，不就是要钱吗？给老子伺候好了，老子有的是钱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动手吧！起来！妈的！你他妈敢动我女朋友，活腻味了是吧？大哥，误会都是误会，那是我叫的坐台小姐，不是你女朋友啊！她就是我女朋友，你敢对她动手动脚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别打了！我赔钱，我道歉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别打了！想解决这事儿，行啊，20万，不然哥儿几个现在就弄死你！我赔，我现在打电话叫我姐过来送钱啊！快点！喂，香城 KTV， 你快来吧！好。蹲那儿！小程，姐，救我呀，姐！你就是他姐，哼，正好他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，你拿20万出来，这事儿咱就了了。20万，你们这是敲诈！怎么不想给？怎么不想给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再过来，我可就报警了！报警？你报啊！你不怕你这作奸犯科的弟弟进去，你就报！不行，姐，我求你了，别说了，给吧！算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千万不能报警啊！我要是进去，我就当不了大明星了，姐，救救我吧！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，上次帮小峰花了100万，给吴健买礼物又花了不少钱，现在身上只有20万了。
姐，求你了，你把这钱先帮我出了，就当我欠你的。等我以后成大明星，我一定还给你。我要是进去了，可就全完了。商量好了没？兄弟们可都在这等着呢。好，我给。这张卡里有20万，算你识相。撤。姐，谢谢你，谢谢姐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你别指着我给你擦屁股。陈总，钱和视频都存在里面，您收好。视频留下，钱拿走。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。走吧，咱们也就凑个热闹。哟，这不是我小舅子吗？啊不，应该是前小舅子吗？怎么这副模样？难不成玩拖被人打了呀？你少他妈在这胡说八道啊！老子现在是大明星了，跟你已经不是一个阶层了。大明星，就你？你还不信是不是？告诉你啊，公司马上给我办出道宴，到时候你可以来看看，看看我和你之间的差距。好，我一定到，到时候我好好目睹一下我前小舅子的高光时刻。哎，干杯，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！苏女士，现场位置根本不够坐，好多客人都站着呢。您要不要再加几桌？妈，你到底叫了多少人啊？我就让你弟在公司群里告诉大家来吃出道宴。哎，真没想到，哎呦，这大家都来了，证明啊，这公司看中你弟，以后你弟的前途那就稳了。哎呀，妈，问题不是这个，问题是我没钱了。那没钱就出去借呀。你弟以后大明星，他能差这点钱吗？你就当是给你弟投资了。我，哎呦，张导演好，你好，来这边请。姐，你干嘛呢？我正在打点关系呢。你先别喝了，出道宴来了太多人，需要加桌。你身上有钱没？我身上没钱了。我，哎呀，我哪有钱呢？哎呦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别老缠着你弟呀！你弟他刚到公司，上上下下人情往来的，他都需要打点，他哪来的钱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去借，别总是缠着你弟。我上哪儿去借啊？找吴健呢？你看陈东海那个废物啊，你就从他身上榨出那么多钱呢。那吴健可是盛世集团的高管，比陈东海有钱多了，随随便便几十几百万的，不轻轻松松的就拿来了吗？就是啊，姐，在吴健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，现在找他弄回来点也是应该的。别犹豫了，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快！别犹豫了，来吧。哎呀，吴哥，你来的正好那个城镇出道宴来了太多人了，需要加桌，你看你能不能借我10万呢？10万？好啊，咱们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先别提钱了，这样，我先给你转50万，你先花着，不够了再跟我说。哎呀，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吴哥。哎呀，阿强，这不是我不帮你啊，只是我今天刚交了一笔项目款，这银行卡限额了。这样，这个钱啊，你就自己先垫着，回头我这个限额取消了，我再转给你啊。怎么，你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现在去结账。吴哥，你先里边请，里边坐，来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姐，你看谁来了？
陈东海他肯定有钱，赶紧过去找他要。他之前带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对他来说，拿点钱出来就洒洒水啊！哟，你们这是迎接我的？陈东海，阿成出到夜来太多人了，需要加桌。你身上还有多少钱？拿出来垫一下。啊，苏强，你脑子没病吧？咱俩离婚了，还问我要钱？我俩好歹夫妻一场，让你拿点钱出来，你凭什么不拿？好个夫妻一场啊！当初逼我净身出户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说夫妻一场啊？他就是过来找事儿的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就把他赶走。小点声啊你！哎，陈东海，我姐都这么低三下四求你了，见好就收啊！反正还是那句话，要钱免谈。陈东海，你还有脸到这儿来？我告诉你啊，赶紧给我滚！这里可没有你的位子。怎么着啊？这宴会厅你们家开的呀？我来吃饭不行吗？来，服务员，过来过来，把你们家最贵最好的全给我上一杯。好的，先生，来这边请。失陪。哎呀，打肿脸充胖子，还冒充什么大款呢？妈，小点声。这坐的都是我单位的同事和领导，他们看到我家这样，我以后还怎么当明星？好，领导都会对我有意见的。哎呦，你赶紧去凑钱呐！你总不能让人都站在这站着吧？哎，你钱呢？你钱去哪儿了呀？钱，之前阿峰出事花了100万，后来吃吃喝喝给吴健买礼物花了不少，后来阿成去夜总会又花了20万。我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。陈峰那个臭小子，他非要去打人，一下子就赔了100万。哎呀，废物，跟他爹一样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行，妈，再想想办法吧。那吴健还在这看着呢。哎呦，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儿，赶紧拿去结账。我真是欠你的。嘿，好嘞，妈，我现在就去啊。哎，付完钱把这给我。哎呀，放心吧。哎呦，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出道庆祝宴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公司，如果不是公司的辛苦栽培，我也站不到今天这个讲台上。另外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姐姐和我的妈妈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你看我们家阿成这多有范儿呢，一看就是当明星的料。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感谢，我特意录了一个感谢视频。接下来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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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怎么这就是要出道的新人？他怎么能干这种事？太恶心了吧！这种人也能当明星？公司怎么会欠这种人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已经把钱给他解决了吗？怎么还有视频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当时也没看到有摄像头啊。阿晴啊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要真是落实了，阿成的前途就毁了呀！这下丢脸丢大了。哎呀！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视频，对啊，这个视频是被人刻意伪造的。对，我们家阿成从小这种人呐，遵纪守法，绝对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。对，这都是假的呀！我没有做过，我没有做过呀！对，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，是吗？真是。陈东海，肯定是你干的！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，你故意伪造视频陷害阿成。我不过是在维护正义而已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这位姑娘，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天晚上我就是正常上班，苏成在酒吧里面摸我、亲我，还想在包间把我。好你个白眼狼！你是不是跟这个陈东海你们串通好的，故意来陷害我儿子？都给你钱了，你还玩反水？你要再敢瞎说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哎，没做亏心事，
你给他钱干嘛？陈东海，别搁这瞎说！我根本就没有碰那个女人，那天只是跟张导一块在喝酒。张导，你是知道的。张导，快帮我说说话呀，张导。苏成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公司现在决定跟你解除练习生的合同，并且要求你立即赔偿违约金。张导，我冤枉啊！张导，你不是说我是天天吃这碗饭的吗？张导，我没有想强奸他，我真的没有，都是他勾引我的。张导，我冤枉啊！苏成，铁证如山，你还在狡辩。公司跟你签合同的时候说的明明白白，艺人如果严重违反违规的话，不仅要解除合同，还要3倍的赔偿，一共是320万。限你3个小时之内交齐，否则的话就走法律程序吧，看着办吧。这下完了他320万，妈，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320万，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啊？姐，我可不能进去，我还要当大明星呢，姐。哎呀，你求我也没用啊！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吴哥，你是上市集团高管，你肯定有钱，对不对？借我320万，我以后一定加倍还给你，吴哥。哎，你跟我姐关系不是可好了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会借我，对不对，吴哥？借钱？你还好意思找我借钱？猥亵姑娘，还敢在公共场合撒泼！我最看不起这种没道德、没担当的败类，还想找我借钱？你也配？怎么有这种事啊？这是吴哥，阿成年纪小，他不懂事儿，他现在知道错了，他以后肯定会改的。对啊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帮他一下好不好？阿强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他都多大年纪了，你还这么护着他？就是你和你妈把他惯成这样的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可是他是我亲弟弟啊！不用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帮这个道德败坏的败类。你以后要是再惯着他，我们也不用再来往了。吴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想好怎么还钱了吗？姐夫，我只有你了，姐夫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！你借我320万，我以后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，姐夫。只要你肯借我钱，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干什么都行。对，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。早干嘛去了？我被你们一家子当成吸血包，放弃治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今天？想让我拿钱，没门儿！就是啊，凭什么就他？不过呢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什么明路？是。当初我跟你姐离婚的时候，你姐分的那套房子还记得吗？那套房子市值350万，就算你不卖，拿去抵押贷款，也够还你的违约金。姐，听到了吗？只要你把房子给贷出去，咱们就有钱了，姐。不行，那套房子是留给小峰的，小峰以后结婚还要用，绝对不能贷出去。姐，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姐。姐，算我求你了，姐，只要你把房子拿去贷款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更大更好的房子，我给你保证，真的，姐。哎呦，苏晴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？这个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他马上都要坐牢了，你还在想着你的房子，我怎么就成了你这么个自私自利的玩意儿啊？什么？妈，那是咱们家唯一一套房子了，要是没了房子，我们住哪儿啊？我又没让你卖房子，我只是让你把房子给他去做抵押贷款。这房贷阿成是会帮你还的呀，好不好？对，姐，我去赚钱，我明天就去赚钱，我保证一定努力赚钱，给你买大房子，一定不会让你失去这个房子的，姐。哎呦！
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今天要是不把房子给他贷款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死给你看！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答。来，快起来！谢谢。马上联系银行，告诉他们我可以再存2个亿进去，但条件是让他们尽快的放贷给苏晴，320万，多1分都不给。哎，你快看，姐，怎么样？这里面一共有320万，我弟弟的违约金，一笔勾销。钱已收齐了。总裁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这家娱乐公司的总裁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肯定是装的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无所谓。陈先生不但是我们公司的总裁，也是这家娱乐公司的控制人。我知道了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，是你故意找人陷害我们阿成，我仙人跳，对不对？难怪我月薪这么高，你就是见不到我们家好，你就要报复我们，是不是？饭可以乱吃，可话不能乱说。是我逼你儿子去找姑娘吗？还是我逼你儿子脱人家衣服，要强奸人家？就你这废物儿子，浑身上下没半点好，用得着我陷害吗？说的对是家人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报警，把他给抓起来，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不用了。人我已经给你带来了，警察同志，就是他涉嫌强奸他人，这是证据。苏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不去，你们不能抓他，要抓就抓他，是他故意找人陷害我儿子的，你们应该抓他，不应该抓我儿子呀！王女士，请你配合，不要妨碍公务。苏成，跟我们走。我不去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有强奸，都是那个女的勾引我的，我不走。钱吗？救我呀，钱！阿成，恶人恶报！你不讲信用，明明我们把违约金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叫警察抓我儿子？你不能好死！你儿子给的违约金是交给公司的，苏成违反了公司的合同，自然要赔付违约金。这跟他强奸未遂的法律责任有什么关系吗？难不成你还觉得交了违约金就能不负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责任吗？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！120我都帮你叫好了，不用谢。会啊，请让让。我来。救自取啊！妈，快！陈东海，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这还只是个开始呢，没了苏成，下一个该轮到谁了？陈总，现在苏成被抓，王玉兰住院，苏晴也似乎不暇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当然是发展事业了。也许知道什么是直播吗？陈总好。我会喊麦，还会跳舞，之前在其他平台也积累了不小的粉丝。陈总，这个好像还不错，有粉丝基础。不对，下一个。陈总好，我会聊天，还会。下一个。陈总好，我下一个。陈总，就剩下1位面试者了。那就招嘛。你这样会不会太严格了？我看之前有一些面试者还是很有潜力的。
不对，感觉不对。嘿，下一个。陈总好，我是秀才，擅长唱歌和互动。对了，这感觉就对了。会唱歌互动是吧？哎，行，现在给我来首歌，展示一下你的互动能力。爱你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太没惹的祸。好，我觉得除了这个还会什么？小妹妹送我的郎哟哟哟，送到了大门东，偏赶上那个老天爷。好，非常好，马上给他办理入职手续，薪资就按照最高规格，明天就到公司报到。谢谢陈总，好，一定会准时报道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干嘛？哼！啊？那个人就这么定了？你不觉得他很棒吗？唱歌的感觉非常好，互动能力又强，而且他那小动作，哎呀，迷人！你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我的喜好很正常，比如现在我面前坐着，就挺符合我口味的。其实我选他呢，是有我的用处。这是他资料，你先看看。等等，帮我查一下这个叫秀才的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，查清楚了，这个秀才之前就因为针对女性进行诈骗，骗取钱财，之所以被判了3年，去年才刑满释放。你让他来公司做直播，会不会？不，这是一份很棒的简历。你马上给他安排一个培训老师，从唱歌到互动到台风，各方面好好的培训一下。我今天晚上就要看到成果。陈总，您看，我们从外观方面给秀才换了风格，走精英路线，形体上也做了调整。现在他站姿挺拔，唱歌技巧也提升了不少，绝对能吸引大批粉丝。这样一看，确实没那么油腻了。陈总，精英造型现在很受欢迎，我们还准备了专门的造型布景和灯光，再配上他的歌声，肯定能火。不对，感觉不对啊！把西装脱了。陈总，这西装是特别定制的，能凸显他的气质。拿了这个直播，穿这个，我现在去换。还有，背景布也要给我换，就换成乡下自建房的那种，或者放到稻田里。什么化妆啊、运镜啊、灯光啊，一律不要，追求的就是一个自然，懂吗？是啊。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。爱你不是我的错，是你太没惹的祸。哎，对，放松一点，不要这么笔直的站着，来，学我，松弛点啊，松弛点站着。哎，对，还有啊，你啊那个捂嘴的时候啊，眼神不要那么直勾勾的看着镜头，要羞涩。羞涩。哎，对，由这边看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行了，明天上播。这不行吧？这也太普通了，根本就吸引不了年轻观众，说不定还要被吐槽油腻呢。谁说要吸引年轻观众了？能吸引一个就够了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东，赶上那个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，下雨不如刮的那个小风。推流怎么样？我说的是重点关照的那个用户怎么样？谢谢。一会儿要上钩了。
妈，该吃饭了。今天给您炖了汤，你看，快斟上喝点。哎呦，又是青菜豆腐，天天就做这些没滋没味的，你就不能出去买点肉吗？哎，妈，咱们都没钱了，你就凑合一口吧。媳妇儿还得交医药费，你就省着点吧。省着点儿，还不是你没用啊！当初放着陈东海那么会挣钱的，你不把他给抓住了，非要跟他离婚。哎，现在好了，连吃口肉都吃不着。要是陈东海还在的话，他会给我做这个破医院吗？啊，会让我吃这个破玩意儿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回去给我重做。要是没有肉的话，你就别来见我了。嘿。哎呀！陈总，你看，重点关注那个 ID 玉兰花开进来了，就是咱们之前标记的王玉兰。秀才，注意看屏幕，玉兰花开来了，开始发力，重点互动。哇，刚才看到一位好姐姐进来了，玉兰花开，好美的名字啊！哎呀，姐姐喜欢听什么歌？我可以唱给你听哦。是啊，秀才，刷视频刷到你就点进来看看。嚯，原来如此啊！缘分就是如此奇妙。姐姐有没有喜欢听的歌曲？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唱给姐姐听啊。秀才，你会唱《甜蜜蜜》吗？哦，甜蜜蜜啊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就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哇！开在春风里。哎，哦，谢谢姐姐的嘉年华，谢谢，比心，爱你哦，姐姐。哎呦，陈总，今天那个玉兰花开刷60万块了，还加了微信，这个客户也太好了。哼，他的哪一份钱不是通过苏青从我这拿的？当然好使，等着吧，王玉兰，我不把你的棺材本都掏光，我就不姓陈。听着，你以后重点关注他就行了。你从他那获得的打赏呢，我们公司1分钱都不要。这，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。但有一点啊，你记住公司的规定，不允许私下接触客户，更不允许私下向客户借钱，这是红线，必须是他自愿刷给你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陈总。我提醒你啊，这个客户的潜力可是非常的大，你懂的。你得要好好的维护他，多跟他聊天，分享你自己的日常给他，让他觉得你重视他，明白吗？至于能赚多少，那就靠你自己了。明白了，陈总。很好，底线呢我已经告诉你，后续你就自己看着办吧，去忙吧。哎，好嘞。你是故意的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。你明知道王玉兰有潜力，会勾起秀才的贪念，你信不信他这一走就会去找王玉兰要钱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，我就是正常的激励一下员工，督促他们好好的维系一下客户，这不是正常的运营手段吗？正常运营？你别装傻了，你明知道秀才是什么人，你还这么做，你这就是在打擦边球。万一出了问题，公司是要担责任的。哎呀，我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，也把公司的规定告诉了秀才。至于这王玉兰会不会刷礼物花钱呢？这谁也不知道，这都是他个人行为，我没办法控制。你还狡辩？这要是……嘘，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就得劳烦我们宋大律师提前规避一下风险，完善一下用户协议，划分一下责任明确度。我相信以宋大律师的能力，绝对没问题的啊！就知道找我干活。行了，我会处理的，你别再搞这些小动作。哎呀，
妈，你看看这账单，每天都有大笔的支出，最高一天5万块钱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呦，我没干什么，我就买了点生活用品。你是在这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是吧？我说你怎么每天抱着个手机，还每天对着手机哈哈大笑？妈，你知不知道咱们没钱了？陈东海那套房子抵押出去，要是还不上贷款，咱们每天睡大街去吗？哎呀，我就刷了，怎么了？我刷的都是我的棺材本儿，我想给谁我就给谁。好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今天就去把卡停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刷1分钱！你敢？我怎么想了你这个不孝女？好啊，卡成不在，你就在我这里耍威风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现在就给我滚！你。玉兰姐，今天没刷礼物啊？是不是不喜欢我的性格啊？我没钱了。陈总，我们刚收到一笔贷款申请，申请人是王玉兰，贷款额度申请了100万。您之前打过招呼，可以跟您汇报一下。王玉兰，行，按老规矩，你们尽管批，速度越快越好。改天我再去你们银行存2个。好的，陈总，我们马上加急处理。没想到秀才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居然能让王玉兰主动去贷款，有点意思。贷款审批通过，200万已到账。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哟，送到了大门东。哇，感谢玉兰花开姐姐的嘉年华，谢谢姐姐，姐姐太支持我了。我再给姐姐送一首《难忘今宵》，送给姐姐。陈总，这波王玉兰又刷了20多万，现在累计都快80万了，还不够，找人跟他对着刷，再激他一下。哎呀，就这也敢说支持秀才？姐姐我随便刷都比你多。哼，谁还没点钱似的？我才是秀才的榜一，你算哪根葱啊？10个火箭而已，我给秀才刷10个游轮。谢谢玲姐送的嘉年华，谢谢玲姐，玲姐真是太支持我了，恭喜玲姐成为新的榜一，谢谢玲姐，爱你哦，玲姐。老阿姨，没钱就别硬撑，秀才是我的，懂吗？没关系的，玉兰姐，我理解你的，咱适量就好啊。我还治不了你了。哇，谢谢姐姐，谢谢玉兰花开姐姐的支持，也感谢玲姐哟。哟，您本月贷款还款金额15000元，还款日为5日，逾期将产生滞纳金，请尽快处理。喂，三叔啊，我是玉兰，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呀？我等着急用。大侄子，你之前不是欠我一份人情吗？现在我且需要用钱，你能不能借2万给我呀？陈总，后台收到玉兰花开退款申请，说之前刷礼物都是误操作，要求退还所有消费金额，大概180万，您看怎么处理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公事公办。我查了一下后台记录，每一笔消费都是他本人操作，而且他都50多岁了，不存在未成年消费的问题啊。那就驳回申请，跟他说自愿消费，不许退款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呢？
姐姐，听说你申请退款了，老板还问我是不是诱导你消费了。现在全公司都问我一家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哎呀，秀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我女儿拿着我手机乱点的，我也是刚知道，已经取消申请了。真的吗？可是现在公司还有人说我，姐姐要是真支持我，不如再刷点礼物，证明咱们是自愿的，也帮我澄清一下。好，姐姐这就给你刷，你别生气。阿晴啊，上次是妈不对，你什么时候能来看看我呀？妈想你了。哎呀，妈，哎，阿晴啊，你现在跟吴健处得怎么样了？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就那样吧。上次阿成的事情，他发了好大一顿火，好不容易把他哄好，就没再敢提结婚的事儿。怎么就不提了呢？那吴健可是盛世集团的高管，有钱又有权，你赶紧跟他定了，彩礼到时候我们收800万，到时候咱们家的房贷也解决了，你弟在里面也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妈，是我不想提吗？咱家现在什么情况？要钱钱没了，要房子房子也没了，你现在还在医院，你说我怎么定啊？你少在这废话，我看你呀就是没上心。现在就给吴健打电话，问问他结婚的事儿。喂，吴哥，我想有件事跟你聊一下。你说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？我现在还没结婚的打算啊。吴健，我女儿跟你谈了这么久，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呐？你是不是跟我们家玩呢？吴健，我女儿跟你谈了这么久，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呐？你是不是跟我们家玩的？你在教我做事儿，你儿子进去我还没说呢，还结婚？苏晴，就你这态度，要这样我们以后就别联系了。喂，吴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妈说话太冲了点儿，你别放在心上啊，我回头好好说说她。哎呀妈，你怎么跟吴哥说话的呀？现在好了吧？他肯定又生气了。哎呀，生气就生气，他耽误你这么久，不给你一个说法，那就是不行。哎，闺女儿，妈倒是有个好办法。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吴健约出来吃饭，给他下点药，哎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他不想结婚都不行。哎呀妈，这不行，这太荒唐了。有什么不行的？哎呦，来，你拿着，今天晚上就约他吃饭，看什么时候啊把他给用上。哎呀，你也不想一直这样过苦日子吧？等你当了吴太太，那以后好日子不都等着你了吗？快去啊！喂，哥，我现在到你家别墅门口了。我有件事想找你好好谈一谈，关于我们俩的事。你先回去吧，我现在不在家，在公司加班呢。那我现在去公司找你。等等，那个，我工作马上就做完了，你有什么事，我们约个地方见面谈。啊，那也行。那咱们一边吃一边聊，老地方行不行？行，你等着。我马上过去。嗯，好。陈总，打听到了，苏晴和吴健约在丽亚餐厅吃饭。哎呀，好戏开场啊！宋女士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？这种闹剧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那好，我自己去，回来给你讲后续。等等，我去给你开车。吴先生，苏女士，
今天还是老样子吗？给2位上澳洲和牛套餐，松露意面，再配一瓶82年的拉菲吗？不用了。我们最近想吃点清淡的，就给我上2份正常的番茄意面，然后再来一碟蔬菜沙拉。看来他是真没钱了。那个吴哥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你看，我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妈一直在说我们结婚的事情。你看，结婚？苏浅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咱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怎么突然说要结婚了？好朋友？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。你说你会好好照顾我，我跟你在一起不会受任何委屈，现在怎么变成好朋友了？我说过这种话吗？那可能是你理解错了吧。我只是觉得你这个人不错，就想多照顾你这个朋友，没想到你会想这么多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别联系了，正好给彼此一点空间。不行。哎呀，吴哥，我最近被我妈催的脑子有点糊涂了。这样，我给您倒一杯酒啊，给您赔个不是。请慢用。一会儿你就先这样。来，胡哥，等你药效一发作，我就带你走。生米煮成熟饭，这婚你不结也得结。胡哥，确实是我太心急了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来，敬你一杯。对不起，吴先生，我马上给您清理干净。吴哥，毛手毛脚的。对不起。吴哥，别管他了，来，赶紧喝吧，我敬你。吴哥，来吃菜。这都几分钟了，怎么还没反应？这药该不会是假的吧？苏强，苏强，你怎么了？好热啊，吴哥，吴哥，你能不能，吴哥？我突然想到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先走了，你自己慢慢吃。吴哥，吴哥，你别走。去。看来只能我送你回家了。去我别墅。好热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行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？要不然呢？那个，谢谢你救我啊！吴健这个王八蛋，居然敢对我下药，我回去就好好收拾他。长得还挺像。东海，
我们离婚这么久，我一直在反思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听我妈的，跟你离婚，我也不该像那样排挤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们复婚好吗？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。不行，之前发生那些事，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。我去洗个澡，一会儿送你回去。都到这份上了，还装什么装？废物！有这么多，我拿几个应该不会被发现。行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嗯，好。不是说回家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哎，少抽点，对身体不好。你管我？这几块表看着就值钱，这一下再凑一凑，房子就能保住了。您好，苏女士，您母亲王月兰本月申请了100万的个人贷款，今日已到还款期限的最后一天，若仍未还款，将产生高额滞纳金，并影响征信。另外，您名下用于抵押的房产，若后续无法清偿债务，银行将按流程启动收房程序。妈，你是不是借贷款了？银行说你借了100万，再不还贷款，咱们的房子就要被收走了。没有啊，你大概是听错了吧？这房子怎么会被收走呢？你还说没有？你看看这记录，100万你全拿给主播刷礼物去了吧？咱们房子都要被收走，你还去借贷款？我们哪来的钱还啊？我花我自己贷的款怎么啦？秀才他愿意跟我聊天，不像你这个不孝女。房子没了可以再想办法，你赶紧去把这个欠贷给还了。你总不能让我这一把年纪还去还欠贷吧？你这个表是哪来的？吴健送你的吧？我看可以把它给当了，就还房贷，说不定还能保住我们的房子呢。这不是他送给我的，就别骗我了，赶紧拿去当了。不然这房子逾期了，我们2个住大街啊！好，我明天就去典当行，但是你得给我保证，你再也不能给这个主播刷礼物了。咱们现在这个经济情况，要是再有一丁点的外债，就真的还不上来。哎呀，行，只要你把贷款还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刷礼了。哎，不过记得啊，先把我那个贷款给还了哈。老板，你赶紧看看我这个表能值多少钱，我着急还贷款。这表，苏女士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搞错了吧？这可是我自己的表，我还要用它换钱来还贷款呢。是不是你的？到派出所核实一下就知道了。请配合我们工作，请吧。陈东海，怎么是你？我家里丢了2块表，一查监控呢，很清晰的拍到是你拿的，所以来报案了。陈东海，你个阴险小人，你肯定是故意的。要不是你还拉着我，怎么会拿表去还贷款？现在还报警抓我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？害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反倒倒打一耙，难怪会带出苏城那种东西。陈东海，我苏女士，立刻住手！这里是执法场所，严禁喧哗打闹，再敢撒泼，我们将以妨碍公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陈东海，你不得好死，你给我等着！苏女士，经核实，你盗窃的几块表价值总计80余万元，涉案金额巨大，已构成刑事犯罪。若能取得陈先生的谅解，或能从轻处理。
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就几块表吗？怎么可能那么贵？你拿的那2块表，一块呢是劳力士绿水鬼，价值32万；另一块是白金水鬼，价值56万。这个是发票。东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偷你的表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不能坐牢，我真的不能坐牢，东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欠银行太多钱，我要是还不上，房子就没了。东海，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这一次。放过你？当初你和你家人放弃治疗我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放过我？房子没了是你活该，坐牢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交给你们了。陈东海，苏女士，请你自重。你是那个律师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这个狐狸精在撺掇他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狐狸精，你不仅抢我男人，还让他害我！你这个狐狸精，我要打死你！我要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你要是再敢骂他一句，我不但不会和解，还要让你牢底坐穿。不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啊，对，吴健，我要找吴健，你们赶紧帮我联系吴健。吴健是盛世集团的高管，他有钱，他肯定能帮我还贷款，他还能救我出去。是吗？吴健，你怎么也被抓了？哦，你恐怕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吧？其实他就是个诈骗犯，根本不是什么盛世集团的高管。我让律师收集了他诈骗的资料，刚好你们可以在里边做个伴儿。你是骗子！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奢侈品，还给你花了那么多钱，还为了你跟陈东海离婚，你现在跟我说你都是骗我的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我就是想弄点钱花花。骗子！因为你我房子没了还要坐牢，我打死你！你别疯了！要不是你贪慕虚荣，想靠我当有钱人，能被骗吗？房子没了，还不是那个弟弟弄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神经病啊你！我打死你！现在苏三人和吴健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苏晴的房子也保不住了，就剩下你儿子陈峰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那小兔崽子早就被苏晴给养废了，以前跟着他们一家子一块压榨我，哼！现在他们家从云端到低谷，我不用刻意做什么，用不了几天，他自己就会把自己作死。行了，好戏看够了，咱们走。别打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非要让我请假回来？我妈呢？不在家吗？小峰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妈被警察抓走了，你舅舅还在牢里头关着，我们这个家彻底完了！啊！我们被警察抓走了？都是陈东海那个爱尖刀的，他说你舅舅强奸，把你舅舅关到牢里去了。你妈气不过，去找他要个说法，他反咬一口，说你妈偷的手表，现在把你妈也关到局子里去了。这个老东西，我找他去。小峰啊，可千万去不得呀！陈东海现在有权有势的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律师呢。你要去，那不去送死吗？苏晴，黄雨兰，开门！银行催债的。别出声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群催债的人是谁啊？这贷款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贷款又怎么回事啊？你妈之前为了救你舅舅，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了，但现在你妈也不在，没人还贷款，这贷款就逾期了。这2天银行就要把房子给收走拍卖。哎呦，嘘，小点声，你别把他们招回来了。哎呀，小峰啊，我也借了一笔钱，也要逾期了。你手头上有没有钱？你先给我多少都行，先帮我应一急。你欠多少？100万。100万！哎呦，我的老啊，你可真敢借呀！你说，哎呀，你说你欠这么多钱，还想拿我当垫背的呀你啊！哎呦，小峰啊，姥姥就你这一个外孙，你要不管我，那我会被银行给逼死的呀！逼死你都是活该！你说说，
你贷款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有想到你还不上啊？现在还想要我给你擦屁股？小凤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你连姥姥都不管了吗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可怜，我的钱我自己都不够用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峰哥，咋回事啊？刚回来就皱着眉，出什么事了？今天不行，今天我有事儿。算了，今天不行，今天打游戏。什么事儿能比咱们兄弟聚重要？峰哥，你平时出手那么大方，还能差这一顿饭？走，必须去。哎，我今天有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。要不咱换一家吧？咋了，峰哥？咱以前不都是吃这家吗？你哪次请客不都是眼睛都不眨一下？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啥呀。你蠢啊！峰哥还能没钱？肯定是觉得这家太低端了，配不上现在的他了。哎，对，主要这家我吃腻了。你看我这脑子，咱们去吃3星米其林，我表哥就在那儿，咱随时去都行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那地方我知道，太远了。来都来了，就这家吧。也行，走。4份战斧牛排，鹅肝、焗蜗牛各1份，再来1瓶红酒。峰哥，你看还需要点啥？行了，就这些。好的，先生，一共消费6280元，请问哪位买单？峰哥，该你大显身手了呀！这点小钱对你来说洒水吧？就是，这点钱还算少啊。峰哥平时给咱们几个发的红包都比这多。对，这点钱根本体现不出我峰哥的实力。哎呀，小林啊，我刚才突然发现我手机好像有点问题，然后你能不能先借我点？哎，峰哥你别逗了。你手机不是上个月刚换的吗？哪能有问题啊？你该不是没钱了想找我借钱吧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的手机有点问题，然后我想换个新的来着，我等会儿就去换个新的啊。就是，我就说嘛，瞧瞧，新手机说换就换，有实力还得是我峰哥有实力啊。再说了，咱们哥几个哪个不是仰仗我峰哥才能吃上这么好的饭的？服务员，买单。啊，先生，请问怎么支付？哎，我爸来了，我得去打个招呼。钱上不着急，我去打个招呼啊。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所以陈东海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给你一个讨好我的机会啊，你赶紧过去给我把那桌把饭钱结了，我还能勉强叫你一声爸。哦，那是我的荣幸喽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敢这么对我妈跟我舅舅，不就是想逼着我跟你低个头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把财产都转移到我的名下，再把我妈跟我舅舅都捞出来，我还能考虑跟你回去。我还真是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自说自话的人了。跟我回去配吗？陈东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着急了我。你怎么样啊？你别忘了，咱们俩之间早就签订了亲子断绝协议，从签字那天起，你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。好你个陈东海，你敢不认我呀？怎么了，峰哥？哎，没事，我跟我爸有点误会。好，就算你不认我，那我变成这样，你就没有责任吗？你但凡是有一点能耐，我爸能跟你离婚吗？我又能不认你吗？你想说什么就直说，不用再拐弯抹角。我也懒得跟你说这么多，你赶紧去把饭钱给我结了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呢？不就是想让我帮你买单吗？可以啊，但求人也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啊。我错了，求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哎呦我，求你了。峰哥，好了没啊？哎，好了。陈东海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快去把账结了，快点，快点。我说各位，你们要是指望着他来买单的话，恐怕要失望了。
据我所知，他身上应该不超过300块。啊？你疯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可能没钱呢？是吗？那刚才是谁在求我买单啊？或者敢不敢把余额亮出来让大家看看？这峰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简单来说，他吃我的喝我的，还不知道感恩。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爹，于是他就把我打进了医院，还要放弃治疗。哼！结果没想到他那个爹是个骗子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现在没钱了，又舔着个脸来找我要钱。好啊，陈峰，你原来在宿舍充大方，请我们吃饭，全是从亲爹身上吸来的血。你为了外人，竟然把你亲爹打进了医院。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？难怪你一直拖拖拉拉不肯结账，原来是没钱了还在这装啊！我们跟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做朋友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哼！我平时没少请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你以为我是以前那个陈东海？哎，先生，你等一下，餐费还没结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没钱，你找陈东海去，是他不帮我结账。您没钱请客，就不应该点那么多贵的菜。既然您不肯付，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。哎，别！喂，别报警！喂，你让我想想办法。喂，警察同志吗？我们是金爵餐厅，这里有位客人消费6000多，不肯买单还想跑，麻烦你们过来处理一下。哎，你，嘿，王女士，餐费已结清，你可以带他离开了，下次不要再吃霸王餐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峰，你没事吧？你少管我！钱呢？你身上的钱呢？都给我！我真没钱了，就这钱还是借的，都给你付饭钱了。咱们家现在没钱，还欠着房贷呢。你他妈骗我！你把钱都藏起来了是不是？住手！这里是派出所，你还敢动手打人？信不信我拘留你啊？哎呀，玉兰姐，我这边需要周转，你还有没有钱？能不能再给我转点过来？我真的没钱了，我儿子和女儿都进监狱了，我还欠着贷款，你能不能借我点儿啊？等我过了这一阵儿，我就会还你的。我的钱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！陈东海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花了这么多心思买下这套房，该不会是还想着以前的日子吧？这房子是我奋斗了前半生才买下的，它也代表着我前半生的压迫生活。现在我买下它，算是跟以前的生活做个彻底的了断。至于后半生，有你就够了。走，刚才吃饭让陈峰给打扰了，现在带你去吃大餐，好好补补啊！想吃什么？陈东海！还带了刀，可惜啊，身手差了点。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哎，等一下！我错了，爸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就放我一马吧。我给你下跪，我给你磕头，爸。
出手！别动！别动！敢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都他妈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输赢，输赢，叫的真他妈亲密！我说怎么抓了你还这么紧张？原来你们早都搞到一块儿去了！闭嘴！想要什么你说，都答应你。给我500万，有时候这套房子也过户给我，我就杀了他！好，没问题，钱我现在转给你，房子手续也能办。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在乎你，感动吗？你知道故意杀人罪会判多少年吗？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你逃不掉的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现在去自首还来得及。陈峰，钱也就给你转了，是不是该放人了？我现在突然改主意了，我改主意了。你不是很爱他吗？现在你过来，跟他交换，怎么样？很公平吧？好。东海，没事，别担心。别他妈磨磨唧唧的，把这两保镖让他给我滚远点！东海，你找死！你没事吧？东海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你没受伤吧？没受伤就好，没受伤就好，没受伤就好。给我送到警局去！你要陈东海，你还不早死！快走啊！电影都快开始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走了一上午了，大姐，你让我喘口气行不行啊？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女人，平常看着弱不禁风的，这一逛街能把人累趴下。走吧。哎呀，这瓶子还要吗？王玉兰，陈东海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不得好死！保安，这有人闹事儿！不要叫保安，不要叫保安！我妈她不是故意的，我替她向您赔个不是。陈东海，等一下，我们方便聊一下吗？不方便。苏女士，东海现在是我的人了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，但是你们以前怎么对他的，我们记得很清楚。请你还有你的家人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。我知道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家，电影不看了。嗯。